我如果能回到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去交任何朋友的。我直到今天为止，已经玩丢了90%的朋友了，在虚伪的情绪价值中也多花了有100多万吧，纯粹就是扔了。不管是钱还是朋友，事实证明呢，人他是不需要有很多朋友的。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去了解你的太多，也更不要和任何人去走得太近啊！这是我能给出你当下最高级的一种忠告了吧。一旦让别人过度的去了解你，往往就是你人生灾难的开始。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你除了学会怎么去赚钱，根本不需要和太多的人去了解这种的人际关系啊，也根本不需要和太多人去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当然我这不是说教你去冷漠，而是不懂得这些，进入社会之后真的会付出巨大惨痛的代价。我现在就是劝我自己跟任何人，就是跟你那种无关的人你一句话都不要说。你就记住不是少说，是一个字都不要说，只要跟你无关你就不要讲话也不要去证明，也不要去回应，也不要去解释，也不要去辩解，他爱怎么讲怎么讲，跟你的钱没关系就可以了。这个世界上99%的人，他和你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去创业也好，做生意也好，和你的命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不需要去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和你自己的精力以及你自己的情绪与别人去参与别人的人生，或者说别人活得怎么样。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它不是社交，是什么？而是减法。什么叫减法？就是减掉这些无效的关系，赶紧让他们滚蛋减少掉无意义的沟通，减少掉不必要的情绪波动。你的精力是用来照顾你自己的，不是来喂养别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你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在你这里也得到那种免费的东西。免费往往就是轻视的一种开始，也是结仇的开始。我在这方面最起码吃了将近有50万的亏，真的。不要随意去回应别人的事情，也不要随意去帮忙不要去随意的去付出大部分人去接近你的时候就是不是因为他欣赏你，而是想从你这里拿到一点什么情绪也好，或者说资源也好，再或者说拿一点信息、好处、安慰再加上利用，对吧？价值。而且大部分的人呢，他本身就是负能量的集合体。你会发现你身边不管做什么生意，身边都是一帮负能量的朋友。你一旦去乱接触这些人，你放心，你绝对会亏点钱的。越熟的人你越要少说话这一点很多人就是恰恰他都是做反了，都是相反了。他们对陌生人呢非常谨慎，对吧？但是对熟人呢毫无防备，想讲什么讲什么。结果呢，聊着聊着把自己心里的秘密说出去了，聊着聊着把自己的把柄让别人记住了，聊着聊着，对吧？钱没了钱都没了。真正就是伤你的人，往往他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熟人作案最可怕，对吧？没事，所以说你自己管住你自己的嘴巴，不要去闲聊，不要去讲这些真心话，也不要有情绪的输出。闲聊是什么？闲聊就是一种屠宰场你以为你自己是在放松吗？对吧？其实是你在暴露掉你自己所有的问题。你告诉你好朋友我内心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讲一讲，不说我很难受我跟你讲完之后，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对吧？他当场答应的那是一个利索，谁都会答应的非常利索我保证不跟别人去讲，转过头来全世界都知道你那点破事了，对吧？人就是这样，所以说一定要学会闭口不言你才会过得越来越好，对吧？你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他反而越烦你，有没有发现？对吧？你很多人其实一辈子都想不通这个问题，你越是对别人掏心掏肺，对吧？我对你什么都很好，对吧？你越是主动的去付出，你越是为对方去考虑，对方呢反而就是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反感，对吧？对方就是这种情况呢到最后呢就是非常的轻视你，甚至蔑视你，藐视你。为什么？因为你在主动的降低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在他面前这种价值你自动降低了。你就记住一句非常残酷而且非常真实的一句话，也是一位老前辈告诉我的：当你不再需要任何情绪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避开大多数人给你挖好的陷阱和骗你局的那种坑。消耗你的人，利用你的人，本质上都是在投喂你自己的情绪，然后呢慢慢想办法去榨干你的血液。你一旦不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甚至连靠近你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就是真正那些厉害的人，对吧？只要发现不对劲，我立马跟你断联系，理都不带理你的。你仔细观察一下那些真正有能力的
有钱的，站在金字塔有地位顶尖的，或者说中层以上的，你会发现他们跟人去相处的时候都是极其冷静的模式。一旦发现对方有一句话不对劲，立刻远离，根本就不搭理你，我也不解释，对吧？我也不沟通，不纠缠啊，我也就是不理你，反正从此就断联嘛，就这个意思，再无往来毫无瓜葛，对吧？他会过得越来越好，他们从来不会去主动去帮扶谁，对吧？你会发现你想一想，他们也不去教育谁，也不去拯救谁，也不去改变谁，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件事，就是任何试图改变别人的行为都是对自己生命的每一分的时间进行浪费和害自己，知道吗？就是因果报应，不要介入他人的因，否则这个果就会嫁接到你身上，见死不救才是真正的顶级思维。话虽难听，但是实际就是如此，而且非常真实。厉害的人永远只是在做筛选，而不是在培养，在改造，这个很浪费时间，也很浪费生命，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期待。所以说呢，他们才会越来越强，在金字塔的这个顶尖，他们也不会下来。而穷人的模式呢，就是恰恰是相反的。真的，你会想一想，穷人都是遇到点问题，我不断的沟通，我要解释自己，不断的解释不断的去付出，不断的去牺牲自己，对吧？妄图去拯救别人，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结果呢，精神被榨干，钱被榨干，物质被榨干，啥都没了，对吧？然后呢，别人都不搭理你了，你成了一坨啥了，对吧？所以说你的人生就过得越来越弱所以说没必要去维护这种刻意的关系你记住，不需要去维护。聪明人看的是什么？聪明人看的就是利益聪明人只要是利益和利益之间相互匹配 OK， 那好，有好处自然大家都能够玩到一起，没有好处自然就分道扬镳，对吧？关系从来不是靠讨好去维系的，而是靠价值。你去研究什么套路，你去琢磨怎么才能让别人开心，本质上就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就是这个时代，如果说谁还请不起吃这一顿饭，谁还请不起喝一杯酒，对吧？谁还缺你一趟上3楼的钱，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所以说不要去乱接触人也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就是对你好的那种期待的感觉吧，也不要有这种感觉。你一定要记住就是期待任何人本质上就是你在自己慢性自杀。其实你期待别人这个理解你，期待别人去善待你，期待别人去为你着想，期待别人和你是同频的，能够跟你在一起，对不对？这种期待它的表面上叫什么？表面上是叫信任，实际上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消耗。你越是期待，你越容易失望。生活中往往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你越是投入反而你最被伤的就是最深的那一个我们这一生唯一能有要求的只是对自己有要求就可以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义务就是对你温柔。你会发现，当你真正自己厉害的时候，当你自己真正起来的时候，不用靠这些维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自然都会来靠近你，有钱有资源的都会来找你。你会发现别人爱不爱你其实无所谓，对吧？又怎么样呢？他爱不爱你随便他爱不爱，不爱拉倒，对吧？他来不来都无所谓，只有弱者才会把别人看得太重要，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你真正自己就是关注自己的人生关注自己，把所有的点都放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享受自己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开始，对吧？不是也要让你去任何人去了解你的太多，也不是冷漠而是自保，不是封闭是让你提升自己最高级的一个边界线，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惹的。所以说当你越来越安静的时候，越来越克制自己的时候，越来越不对别人进行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股真正的力量才会慢慢的在你身上去成型所以说你的人生就会过得越来越好当然祝屏幕前的你也祝你们越来越好。